Mana Mehmet Patamaoğlu Mavci'nin Cubiç. Öt kuyruk etkilik mamdan taksı cuç. 这个第一次乘客是鹰啊。脚音非常的大。刚才从我面前跑过去一匹狼，确切的说应该是很多狼。现在把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点点爬升。这边就是冰塔林，一般在中低纬度才会形成。它是因为冰川运动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裂缝和褶皱。我现在呢，再往冰塔林的深处走一走。在我的旅行经历里，似乎总是与冰川擦肩而过。来到这片高原之前，我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冰川，而这次，我所有的故事都从翻越这条冰川开始。站在下面，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冰面凹凸不平，阳光照射的不均匀，这种深沟和裂缝会越来越突出。尝一下这个冰的味道，感觉有一点甜，但是真的太凉了。冰体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裂纹，风一吹，然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是在不断裂开的，所以走在下面其实是挺危险的。虽然它不是这片高原的最高峰，但它独特的形状，在没有志玲姐姐导航的年代，当年那些旅人商队带着丝绸和玉石翻越苏巴士达坂时，穆什塔格峰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航标。那时候来到这片高原的人们被称为冰山上的来客。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险峻的一段，在古代它被称为世界屋脊，众多庞大的山系在此相聚，让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它也被称为万水之源，冰川融水在这边高寒荒漠孕育出了河谷，让冰川下的古老游牧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4月，山脚下的冰雪刚刚开始消融，帕米尔高原上迎来了第一场塔吉克族婚礼。白嘎武勒村的纳吉布拉在去年冬天与刹车县的塔吉克族姑娘定下婚约，要在春天举行婚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开始。婚礼并没有固定的时间，随时都会有客人过来。你好。在装扮华丽的3人宴里，有人端上羊肉抓饭和阿尔兹克，
客人献上祝福，把礼物放进茶盘。随着时代的发展，塔吉克族早已从包办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不与外族通婚的传统规则也开始与外来文化的思想观念兼收并蓄。曾经在高山之间游牧的生活，让婚礼成为塔吉克族欢聚在一起的盛会。当走向定居之后，接亲的马队变成了车队，婚礼上有了电子乐的加入，但婚礼上的古老风俗并没有变。夜幕降临，温度迅速降至零下，远方的宾客陆续赶来。婚礼上最热闹的时刻刚刚开始。舞蹈是塔吉克族最热爱的活动，其实整个婚礼都是一场热烈的舞会，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远方来客，只要音乐一响，确认过眼神，随时可以加入舞会。这给青年男女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果然，这56个民族，55个能歌善舞。当晚的舞会在新郎纳吉布拉登场后达到了高潮，所有的欢呼与祝福都给了人群中心的纳吉布拉，亲人朋友都可以上前与他对舞。舞会一直持续到了凌晨，所有人跳得饿了，就围坐在一起喝茶吃手抓肉。来，喝茶。第二天，舞会继续，所有人盛装出席，传统乐器登场，这也意味着婚礼上最激烈、最危险的活动即将开始。在西北牧区的草原上，雕羊曾经是牧民必备的生存技能。在极端天气和野兽袭击时，为了保护羊群，牧民需要骑马把落单的羊羔拎上马背，而发展到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体育活动。它继承了游牧民族的精神，也给很多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白嘎武勒村的这场婚礼雕羊吸引了周边村镇超过150匹马参加。这种自由式雕羊没有人数限制，每个骑手随时都可以加入，所以这场婚礼雕羊的激烈程度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最后的大奖是一头山羊，最终由白嘎武勒村雕羊队的帕利旺获得。我第一次觉得一场比赛可以用惨烈来形容。那天我问了很多人奖品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不清楚，或者也并不在意，毕竟大奖只有一个，149匹马都是重在参与。要是没伤就来参加了。不过看起来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2天的狂欢之后，纳吉布拉出发前接受了亲人的祝福，他的迎亲车队会在凌晨出发，前往沙车迎接新娘。塔县到沙车的直线距离虽然只有180公里，却隔着昆仑山。从塔县去沙车只有2个选择，一条是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路。这条公路北起喀什，穿越帕米尔高原，经过红旗拉甫山口，一直到巴基斯坦北部。从喀什到塔县的200公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险峻的一段。在这条公路上，你可以在1天之内看到峡谷、湖泊、雪山、沙漠，也可以在1天之内穿越4个季节。2辆铲雪车，红旗拉甫口岸，这我到巴基斯坦的唯一陆上口岸。另一条路就是塔沙古道，这曾经是玄奘的东归路，它蜿蜒在西昆仑山中的峡谷里。塔什库尔干河在这里汇入叶尔羌河之后，也进入了这条路最危险的一段。这些年随着旅游的兴起，这条路越来越被当地重视。只是不稳定的山体和气候，让这条古老的道路充满了太多未知和危险。我就您这边就行了。我也是，我只您这边吗？对。黄油，酥油，2个面粉，2个。第3天晚上9点半，纳吉布拉的迎亲车队从沙车接回了新娘。又吃了一次肉，喝了一次汤。现在是凌晨3点，大家都回去了，小朋友基本上都已经睡着了。3天的婚礼也正式结束了。婚礼结束，人群散去，整个村落又恢复了平静。说起雕羊，白嘎武勒村的雕羊队这些年拿了很多大小比赛的冠军，队里也有很多雕羊明星。这是伊犁那边得来的。这个马现在根本不在了，它是卖掉了。啊，你记得这个是吧？这个也是伊犁马。对。看这个肌肉，这就是黑灯，以前是黑的。羊的跑得快就会变颜色了。这个一看就是参加过挺多比赛了，这个因为马鞍磨的。对对，这种反正参加比赛多了，它的身价也会一直在涨。对，这个马多大了？这个7岁。怎么根据牙齿来判断？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老人会判断。对，里面好像有线，横线代表就是到几岁。看了一万。
平时训练都在这边训练吗？对，就在这种训练。有没有特别训练的技巧？没有。就有比赛了，直接参加，然后这训练完。抢完羊之后，怎么保护羊？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保护就是对方来人了，他也可能是抓这个羊的，把这个羊往这儿拿。他来到这儿的话，你就手一拨，然后扔掉。训练每天有训练，对马也比较好。养的时候给他们苹果，那个胡萝卜、玉米。你对马好的话，马的脾气也会变好。对，马也会跑步会很快。15岁的时候，当时是跟爸爸学的吗？当时有一个小马，我爸就是我师傅。我爸爸当时厉害，摔倒了，胳膊断了，然后就没参加过比赛。妈妈的爸爸也是断了。自己的比赛就是参加了就知道，别人会认出来那个。不过，在帕米尔高原上，最古老的滇羊并不是骑马。从白嘎武勒村往南100公里，海拔上升600米，这里是瓦汉塔吉克族的聚居地。منو لیجان بیگاواست واسه با توجیک ملت زدم چلت بین سلست واسه مکتیستور هیچ غیر وندی لیجان بیگاواست چیچه فیو خچه 20多年湖北人。20多年了，现在这个不对，发的就方针。وارث ماشان ماش اوت بوت مكتيستور قد شغلان مسجنج 加油！好，谢谢。哦，马丢了，马丢，马丢，马丢。要我说，这帕米尔高原的劳模非牦牛莫属。这一早产奶，下午比赛，运气不好晚上还得……这个是牛肉吗？牛肉，牦牛肉。我们自己家的。牦牛肉抓饭。我们冬天嘛在一个牦牛嘛，夏天在羊。我们这边有狼吗？狼会翻墙吗？会到村子里吗？不会，那家人不来有空嘛。他只会来这里。对对对对 Lucky。去放羊去，我们一起去。边用那个羊粪，太好也没有，现在就方便了。也有边有路也行了，手机电话有以前没有。山上来嘛，骑马骑牦牛下来村里面，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来一天来这个亲戚房子有嘛，第二天嘛我回去。现在嘛，我们这块有房子。哎呀，水，那是水，有水，水坑哦。那么没有这样子好衣服，我们这个羊皮、鞋子、羊皮，像这两个。怎么认出来是你家的？我感觉这些牛都长得一样。不一样的，
一边背一边推。哦，第一次鞋底。那天晚上，比江大哥和邻居们有一场小型聚会，我帮比江大哥做了人生第一次直播。记得那晚的音乐会吸引了3000多位观众，观众里大部分都是塔吉克族。在帕米尔高原上，鹰无处不在，不管是舞蹈还是音乐，都有鹰的影子。我想，这除了民族传说的原因之外，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帕米尔高原上的先民需要翻越高山，赶着牛羊去寻找丰美的草场。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们一定梦到过像鹰一样飞过一座又一座达坂，俯视帕米尔高原的山脉与河流。在曾经的游牧生活里，鹰是捕猎的重要伙伴。当从游牧走向定居，鹰只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而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有一个部落足够幸运，他们可以持证上岗，合法驯鹰。这个鹰几岁了？1岁，今年出生。来出去玩。啥不行这个？明白，干嘛不去4年放回之后再去取。再去上面去，然后再熬鹰训练。熬多长时间？不睡觉那种，假的那个。假的是吧？那个只算是折磨鹰。就绑在这里，然后有人说他旁边过，他就不会应激反应，就不让他那么害怕就行了。对。近在咫尺，从来没想过跟一个鹰在一张床上。需要有证的是吗？对，必须要有证。不会攻击人。先绑在这里。猎鹰人的那个，如果鹰养得好，那种就不打他骂他，伤害他，他就不会那样。我们家的鹰就没攻击过人。前年那个猎鹰节有个鹰追小孩，没抓到，那个小孩跑进个人群。现在政府还有补贴吗1年1万。这是对，纯牛皮。就是自己缝的。对。纯牛皮的。1万块钱就那个啥，他1年的伙食费都不够。在训练完之前就会喂马肉，控标。他每天得吃多少钱的肉？300克左右，差不多30块钱。这个第一次乘客是鹰啊！哎呀，确实。现在我车里迎来了第一位鹰乘客。刚才那个反应飞过看到的山这边就这样。啊，他看到山就会跑。对。最近几个月都没那种驯服性。这个鹰还是有点想跑，但是有几个月没有训它，所以还是回院子里。四周都是树的地方，然后训练它一下。这个是什么毛啊？上面绑的马肉，是马肉吗？马肺。
柯尔克孜族的训练方式会让金雕保持野性，所以反复的训练和朝夕陪伴，才能让翱翔天际的雄鹰心甘情愿跟随猎人捕猎。而4年之后，鹰会带着对天空的记忆被放归山野，猎人们会重新寻找新的伙伴。这种相处模式延续了上千年。作为古老的游牧民族，柯尔克孜族一直在不断迁徙。这些呢，都是他们柯尔克孜族夏牧场的房子，就是用这些山上的石头垒成的房子。18世纪，来自叶尼塞河南缘的柯尔克孜族部落迁徙到帕米尔高原，与这里的族人汇合之后，定居在这里。现在，他们大部分族人都生活在帕米尔高原。引他一下，只能智取。撤！哦！不谢。现在我的正前方呢，就是穆士塔格峰。从苏巴士达坂出发，沿着康希瓦河一路向北，绕过白沙湖之后，向西进入木吉河流域。这沿途都是柯尔克孜族村落。沿着木吉河谷，一直走到塔什库尔干河谷的最北端，有一个柯尔克孜族村落，他们与火山为伴。左边呢就是18罗汉峰，我现在跟它齐平的，因为这边是3国交界了，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交界。在柯尔克孜语里，木吉的意思是火山喷出的泥沙石。在木吉乡周围，一共有77座火山，其中有33座还在活动。不过，木吉乡虽然地属火山区，但并不是想象中的岩浆四溢、毒气弥漫，因为这火山喷涌的并不是岩浆。这边全是火山，还有一些在冒泡泡。这边不知道是不是火山灰。然后河的对岸有2个特别大的口。哇，这个颜色！说起全华，在帕尔米尔高原北缘有一处特别的全华地貌，它不同于木吉火山的黄色泥浆。当那里的气体涌出地表，在大地上形成了五彩斑斓的结晶。现在胖菊停在了这个铁丝网那边。这边有点像外星球的感觉。不知道泉眼来自哪里，我来找一找。钟乳石、石笋这些都属于石灰华这种地貌特征。这种在地上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哦，在这里，好神奇啊！这边还有很多小的泉眼，看一下水温。哇，真的是苏打水的味道，有点像屈臣氏。
在我离开全华后，刚刚进入帕米尔高原的那几天，就遇到了近几年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沙尘几乎渗透到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处角落。今天这边全是沙尘暴，河里面几乎全是泥浆。受寒潮影响，从昨天傍晚开始，新疆喀什地区出现强沙尘天气，部分县市气温下降10摄氏度以上。预计今年南疆的杏花花期将会比往年推迟2周以上。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雪好像还挺大，雨已经变成了雪，海拔到了2800。哇，这里都结冰了，全是冰霜，准备起床去穆什塔格2号冰川。今天换一条路进去，这边也是。4月份的天气其实是太不稳定了，现在说下雪就下雪了，现在还在飘着雪花。众多巨型山脉的交汇，在帕米尔高原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貌景观，也让这里的地形和气候变得错综复杂。每一条蜿蜒的河谷看似四通八达，但都无法让你回到原点。通往山外的路只有一条，有的人走进去，又走出来；有的人走出来，又走回去；而有的人永远没有走出来。是一个刚生的小牛，没有活下来。皮勒就是在塔尔吉克语里面是木碗的意思，就它整个一个地形就像一个碗一样，就是周围都是山，他们住在碗底，所以这种空地是很少的。这个骆驼就感觉非常的瘦小。23年他们才刚刚有电，国家电网。我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那种电塔和电线。以前没有这个路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上学的。昨天来这边还没有，今天来这边好像就塌方了。我终于明白，我翻过的山峰有多高大，走过的峡谷就有多深邃。当我历经艰险到达这里，对于原住民来说，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走出去。掉下过几只羊下去？每年3-4个。Gül sayzira dirandı sayziri dirandı。不过，这群山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当来自远方的暖湿气流沿着高原山地艰难爬升，最后一丝微弱的水汽在山顶凝结成了冰川。气温不断交替，冰川渐渐消融。来自冰川的每一滴水都化作了涓涓溪流，从裸露的山岩流向山间谷地。无声无息，无穷无尽。正是这些无名的水滴，汇聚成了高原上那些大名鼎鼎的江河，穿过群山，向着远方奔流不息。